大家好，这里是善健康财富俱乐部。今天影片的任务是和大家一起把伤胃的凶手揪出来，从而使胃恢复健康的状态。今天收到的伤胃控诉案件有点棘手，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，先让大家做个护胃好习惯简单调查。记住，你只需回答有或没有，而一切回答都会记录在案，明白吗？好了，开始吧。1. 进餐时你有细嚼慢咽吗？ 2. 你有多吃温润多汁的食物吗？ 3. 你有3餐定时定量吗？ 4. 你有经常按摩腹部吗？ 5. 你有经常保持好心情，减少经常紧张、烦恼或愤怒的情绪吗？似乎没有的答案居多。接下来是第2轮审查，你身体可有发出以下各种讯号：口臭、突然的胃痛和腹胀、脸色苍白、反复出现烧心、反酸、恶心呕吐、食欲不振、体重快速下降，体型有明显的消瘦、胃部附近摸到肿块质地坚硬、挤压疼痛的包块、排便习惯突然改变，出现大便黑色或带血现象。经过线索的收集和案件的调查，我们已把伤胃的凶手范围缩小，锁定以下6个可疑对象。一起来看他们的供词，运用你精明的头脑，一起把真正的凶手揪出来吧。第1个嫌疑犯，暴饮暴食狂徒。嘿，别冤枉我！是你自己没有节制饮食，选择暴饮暴食，没有根据自己的饭量摄入适量的食物。我可没有强迫你在短时间内快速摄入很多的食物，吃饭时狼吞虎咽，没有正确咀嚼食物。现在消化压力增加，导致胃部负担加重，可是与我无关。还有现在的年轻人早9晚5，很多时候上班时候都是吃快餐或不吃，营养不均衡。有些食物根本不养胃，卫生也得不到保障，所以很容易引起胃病的发生。而晚餐呢，就吃得太晚。晚上吃过的饭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消化，就上床睡觉，造成胃黏膜严重损伤。照理来说，应当在晚饭后至少3小时再躺下睡觉，这样就有充足的时间让胃里面大部分食物和胃酸排空进入小肠，避免回流进入食道而导致胃食道逆流。还有，你们喜欢吃辛辣油腻的食物，这类食物刺激了味觉，却导致了身体的湿热症发作，胃口变差。这样就会越渴越吃盐，更加偏爱口重的食物，长此以往才会让胃受了伤。你们明明也知道胃喜欢温暖的食物，却喜欢唱反调。大口大口的冰品下肚，胃想躲都躲不掉，立刻降温。血管和绒毛组织收缩僵硬，蠕动跟着停下来，结果消化不良。第2个嫌疑犯是情绪狂徒。我承认和胃有着亲密关系。当你情绪低落、精神萎靡时，常常茶饭不思；而你情绪高涨、心情愉快时，食欲倍增。比方说，在短时间内经历过较多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人，会比普通人有更多患病的机会，尤其是胃溃疡。这些应激既包括像结婚、晋升、搬家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喜事，也包括像受惩罚、生病、亲人死亡这些消极的生活事件。它们都使你被迫做出改变，因此都对你的躯体构成一定消极影响，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持续的焦虑、紧张、恐惧、郁闷等不良情绪会使胃黏膜防护能力下降，导致胃炎。当你和老板报告工作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肚中一疼，甚至还有咕噜咕噜的响声，你还是得保持微笑，假装优雅地说下去。胃的工作是受植物神经支配的，长时间精神压力过大导致植物神经紊乱，胃就不能正常工作，胃液分泌失调，胃黏膜血供减少等，造成胃部不适，引发胃痛。轻者表现为胃口不好，严重者可导致胃溃疡发生，甚至出现急性出血。这可以叫做愁出来的胃病，但是我只是一种反应，寻根到底还是当下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，生活节奏快，从而造成胃病年轻化。所以我是不会被这黑窝的。第3个嫌疑犯是幽门螺杆菌狂徒。虽然我被认为是胃里的不定时炸弹，可是你不能因为我的生存能力极强，
能够在胃中强酸性环境中生存，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够在胃里面生存的细菌，而试图栽赃我。现在社会的卫生意识已提高，集体用餐的时候进行明确的分餐，使用公筷，不随意用嘴给小孩子喂食，口腔护理都已让我远离胃了。除非你证明长期上腹部饱胀不适、隐痛，有时发生嗳气、反酸、恶心、呕吐，或出现难以言表的口腔异味。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现在就可以通过14C 或者13C 呼气试验检测仪就知道结果。轻轻松松的呼口气就好了，出结果又快。因此别胡乱指控我，这起伤胃案件与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烟酒狂徒被列为第4个嫌疑犯。大家就是喜欢我，我也搞不明白。喜欢到可以长期或一次性大量饮用烈性酒，就算会喝到吐，直接破坏胃黏膜屏障，引起充血、水肿、糜烂，甚至出血也无动于衷。偷偷告诉你，酒精还会抑制人体的免疫功能，造成对肿瘤细胞的监督和杀伤功能的降低，从而促进致癌物质的吸收。香烟更是不曾离手。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尼古丁会强烈刺激胃黏膜，引起黏膜下血管收缩、痉挛，减少一种胃黏膜的保护因子前列腺素的合成。还有吸烟会增加胃的蠕动，促进胃酸分泌和增加，亦可对胃黏膜发生损害作用，使胃黏膜屏障功能受损，发生胃炎和溃疡等病变。没办法，这就是太有魅力的烦恼。虽然我是伤肺的凶手，但如果你不是热爱烟的酒信徒，就别想着胡乱地把罪名一并地加在我身上。伪医生狂徒被视为第5个嫌疑犯，其证词如下：我可没有做出伤害胃的事情。奥美拉唑 omeprazole、潘托拉唑 pantoprazole 这一类药物是胃病患者的老朋友了。我只是在吃之前医生配备抑制胃酸的药物，胃痛就来一粒。虽然医生叮嘱要3分毒，这些胃药会抑制胃酸的分泌，长期服用会导致胃黏膜萎缩，萎缩过度是造成肿瘤的诱因。但是有时胃痛难忍的当下，只能暂且使用医生曾经的处方，但是我没有不合理用药啊。你可有任何证据去证明这个胃是被我伤害的？最后一个嫌疑犯是遗传基因狂徒。真是倒霉，又摊上事情了。我承认，如果父母和亲兄弟姐妹患有胃癌，则自身得胃癌的概率将超过普通人群，其风险高于正常人群2至3倍。比方说，遗传性弥漫性胃癌，这种遗传综合征会大大增加患胃癌的风险。虽然情况很少见，但患此症的病人患上胃癌的终生风险约在70%至80%之间。如果这部分人群在任何年龄段对腹部症状保持警惕，必要时咨询专业医生。可以在无症状时就制定好适当的定期体检计划，绝对不可能会发生伤胃事件。你可有任何的医生证明说是我造成的吗？看了他们的供词和自白，你认为谁的嫌疑是最大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，一起把涉案狂徒逮捕归案。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5位朋友，一起分析并且让大家提高警觉，以免让真正凶手有机可乘，再去伤害下一个受害者。在此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可以促进你健康的资讯。谢谢大家观看，下支影片再见，拜。